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堪称科幻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——阿道斯·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。这本书于1932年首次出版，却有着令人惊叹的预见性。它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人类社会可能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抉择。赫胥黎这位伟大的英国作家，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犀利的笔触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科技高度发达，人类看似过着舒适、安逸的生活，但这种生活背后却隐藏着对人性、自由和情感的可怕操控。或许你会问，这样一个看似与我们相隔甚远的虚构世界，真的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吗？让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。著名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在阅读《美丽新世界》后，曾陷入深深的沉思。他意识到，书中所展现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操控，与当时社会一些潜在的趋势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。荣格认为，这本书就像一个预警信号，提醒着人们要时刻警惕那些可能剥夺我们内心自由的力量。这本书的价值，就在于它能让我们跳出日常的思维框架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，以及我们自身。它能让我们思考，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，我们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，失去了某些对于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。它促使我们反思自由、幸福、人性等根本性问题，而这些思考将有可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，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。极权主义与操控的世界。在美丽新世界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极权主义统治的社会。这个世界被严格的划分为不同的种姓，从最高级的阿尔法到最低级的厄普西龙。每个种姓的人从出生就被设定好了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。政府通过先进的生物技术和强大的思想控制手段，确保每个人都能安于自己的身份，并且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毫无质疑。这种极权主义的形成背后有着复杂的逻辑。一方面，科技的滥用成为了极权统治的工具。在书中，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可以像生产产品一样制造婴儿，通过对胚胎的操控，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智力、体力以及性格特征等。这种对生命的机械化生产，剥夺了人类的自然生育权利和个体差异性。另一方面，思想控制手段更是令人胆寒。从婴儿时期开始，人们就接受着各种形式的洗脑教育，例如通过睡眠教育法，在人们睡眠时不断地向他们灌输特定的思想观念，如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绝对服从，对消费主义的狂热追捧等。这种持续不断的心理暗示，使得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心甘情愿地成为极权统治下的顺民。在书中，这种对社会的极权操控被描绘成了一种维持秩序的有效方式。政府声称，通过这种严格的控制，可以避免社会动荡、战争和贫困。每个人都在自己被设定的位置上发挥着应有的作用，整个社会就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。然而，这种所谓的好处完全是一种反讽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当自由和人性被剥夺后，即使物质生活再丰富，人类也只不过是行尸走肉。书中有一段经典的话：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，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，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。这深刻地揭示了极权主义统治下人类的悲哀。他们失去了自我，失去了对世界的真实感知，只是在一种被操控的状态下机械地活着。消费主义的泛滥。美丽新世界中的社会是一个被消费主义完全淹没的世界，人们被鼓励不断地消费各种商品和服务，从华丽的服装到奢侈的娱乐活动，消费成为了人们生活的核心动力。消费主义的盛行背后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，通过制造各种虚假的消费需求，政府让人们把精力都集中在追求物质享受上，从而忽视了对社会现实和自身处境的思考。广告和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他们不断地向人们灌输着消费及幸福的观念。例如，书中描绘的广告无处不在，他们用绚丽的画面和极具诱惑力的语言，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。而且，社会的经济体系也是围绕着消费主义构建的。商品的快速更新换代，使得人们总是处于一种想要更多的状态。在书中，消费主义的泛滥被描绘成一种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良方。政府认为，只要人们不断地消费，就能保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。但实际上，这种消费主义带来的只是虚假的繁荣和人们内心的空虚。人们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，失去了对真正幸福的感知。就像书中所描述的，人们在豪华的商场中穿梭，购买着各种自己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，却感受不到真正的快乐。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话：人们会渐渐爱上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，这正是对消费主义的一种批判。消费主义就像一种工业技术，它让人们沉迷其中，丧失了对生活的深入思考和批判能力。情感与自由的丧失。在这个美丽新世界中，情感和自由成为了被抛弃的东西。
人们被禁止拥有深刻的情感联系，家庭的概念被彻底废除，爱情、亲情、友情都成为了过去式。同时，人们的自由意志也被剥夺，他们的生活完全被社会安排和控制。情感和自由的丧失是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为了便于控制，社会不允许人们有强烈的情感，因为情感可能会引发对现有秩序的反抗。例如，爱情可能会让人为了对方而做出一些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，所以它被禁止。至于自由意志的剥夺，则是出于对社会稳定的过度担忧。政府认为，只有当人们完全按照既定的规则生活，才能避免混乱和冲突。在书中，失去情感和自由被描绘成一种进步的表现。社会宣传说，这样可以让人们免受情感的痛苦和自由的烦恼，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简单和高效。但这种所谓的好处完全是对人性的扭曲。书中描绘了人们在失去情感后的冷漠和空虚，以及在失去自由后的麻木和无奈。书中有一段对失去情感的描述，他们的世界是稳定的，没有情感的大起大落，没有痛苦，也没有深刻的快乐。这让我们看到，没有情感的生活是多么的苍白无力。而失去自由后，人们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儿，虽然衣食无忧，但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和渴望。4. 反抗与觉醒的微光。尽管美丽新世界的大部分内容都展现了一个被操控的黑暗世界，但其中也有一丝反抗与觉醒的微光。一些个体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的荒谬和不合理，他们试图打破这种被操控的状态，寻找真正的自由和人性。这种反抗与觉醒源于人类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和对人性的坚守。即使在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面前，这种渴望和坚守依然存在。当个体在生活中遇到一些触动他们内心的事件，或者接触到一些不同的思想观念时，他们可能会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，进而产生反抗的意识。例如，书中的一些角色在接触到被禁止的书籍或思想后，开始对现有的社会秩序产生怀疑。在书中，这些反抗与觉醒的行为虽然微弱，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。他们让我们看到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人类追求自由和真理的精神依然不会熄灭。这些反抗者成为了黑暗中的一丝希望，他们的行为激励着其他人去思考、去质疑。书中有一个角色在反抗时说：“我不要舒适，我要神，我要诗，我要真实的危险，我要自由，我要善良，我要罪恶。”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反抗者对真正生活的渴望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不屈的力量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《美丽新世界》这本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未来世界，它让我们看到了极权主义、消费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可怕侵蚀，以及情感和自由丧失后的悲哀。但同时，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反抗与觉醒的希望。这本书的价值在于，它不仅仅是一部科幻小说，更是一面镜子。它让我们反思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，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我们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费主义所左右？我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过程中，是否忽略了内心真正的需求？我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，是否意识到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？我呼吁大家拿起这本书，认真的阅读它，去感受书中所蕴含的深刻思想，并且在阅读之后，我们要行动起来，守护我们的人性、自由和情感。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，不被外界的虚假宣传所迷惑。我们要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，不让他们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消失。我们要勇敢地追求真正的自由，不被任何形式的操控所束缚，打破现实的枷锁，拥抱真正的自由。这是美丽新世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，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。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，从自身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、更加自由的世界而努力。记住，美丽新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它是我们审视自身的一面镜子，是我们走向自由与觉醒的起点。希望大家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力量，去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美丽人生。谢谢大家。